4年前，当法拉利领队面对镜头说出那句"我们顺极了"的话时，就注定难逃被逆转的命运。La stagione era partita molto bene. Probabilmente il nostro mestiere e i risultati contano tantissimo. Noi il nostro obiettivo deve essere vincere il campionato. 这位被车迷称为比胜的技术型经理，在人群中毫不得意，接受着霍纳夫妇的恭维。Are you feeling excited that your car is doing well? Yeah, we are happy. Good. Great. For you. Good feeling. Not going to be too fast this weekend, are you? We'll be very fast. 而这支意大利国企车队从上到下根本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尤其是当勒克莱尔和塞恩斯包揽头牌发车位后，他们的信心已经随着迈阿密的热浪达到了顶点。跃马自从11赛季后10年来第一次在赛季前4站领跑积分榜，而对于佛罗里达这个新兴市场，没有什么比法拉利1-2带回的故事更有商业价值了。但正当他们憧憬着胜利时，一个扛着音响的男人在第一圈就打破了意大利车队的荒凉美梦。Lights out, away we go. It's a good start from Charles Leclerc and a good start from Max Verstappen. Is he going to get Carlos Sainz? He's going around the outside into turn 1. Verstappen goes in a second, just does it. 比赛刚一开始，维斯塔潘就上到了第2，紧追勒克莱尔，这让法拉利的如意算盘一下子就落空了。而更为糟糕的是，从第6圈开始，勒库的轮胎竟然出现了颗粒化现象，圈速从快 0.3 变成了慢 0.2， 连续2圈都是如此。而迈阿密拥有3段 DRS， 一旦在弯道无法拉开距离，法拉利就凶多吉少了。果然，2圈后，汽车人就对勒克莱尔完成了超越。Battle for the lead. Max Verstappen gets alongside Charles Leclerc. He takes the lead of the Miami Grand Prix. 但这次在我们看来，只是维斯塔潘一次常规操作的超车，却令勒克莱尔惊为天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周五练习赛时，摩纳哥王子就发现非赛车线的抓地力非常差，甚至还有很多碎石。原来，迈阿密赛道的沥青配方受制于佛罗里达交通局的规定，必须使用本土供应的石灰岩，不得已，设计师只能放弃常用配方，转而使用南佛罗里达石灰岩和佐治亚花岗岩的混合骨料。虽然本土石灰岩的2氧化硅含量极高，可以弥补抓地不足的缺陷，但问题就是当表层沥青被磨掉后，质感类似玻璃碎渣的硅元素颗粒竟然直接从赛道上剥落了。不少车手反馈，非赛车线上碎石很多，抓地极差，所以勒克莱尔想当然的认为没有人会从内线发起进攻，即使有，他也能通过交叉线抢回位置，就像这样。但赛事方在比赛前安排了清扫车全面清理赛道，同时几十台赛车持续跑了8圈，少量橡胶也开始蔓延，覆盖赛道后降低了碎石带来的影响。而维斯塔潘又极为擅长从非赛车线找到抓地力，于是便有了这次出乎意料的超越。Oh, but Charles Leclerc's not going to give it up easily. He tries to get back, he can't do it. And Max Verstappen used the DRS in that long back straight to close up. 领跑后的汽车人迅速将勒克莱尔甩到1秒开外，不过摩纳哥王子没有放弃，始终在寻找机会。但今天法拉利赛车的速度显然不太给力，无奈之下，车队只能让勒寇执行 D 计划。 So we are planning to plan D for Delta and hard as expected. D Delta D A B C D 为了让它听清楚，还说了 D 是 Delta。法拉利的第一计划并没有展现出什么特别的操作。24圈结束，勒克莱尔进站一停，换上了新白胎，但出站后连续2个计时段竟比维斯塔潘跑了快30圈的旧黄胎还慢。于是红牛让汽车人继续在外面逛了2圈才进站，一波2.4秒的换胎堪称完美。出站后手握7秒优势，以立于不败之地。但看似稳赢的局面，却因为一次事故出现了变数。No easy task. Gasly's dropping. Oh no! Contact! Yeah, that is contact. And it's Lando Norris. It is. Who has spun around. It was contact with Gasly. 41圈，兰多诺里斯与加斯利发生碰撞，引发了虚拟安全车。此时进站相对损失只有16秒，如果随后出动吊车，必然会引发实体安全车。勒克莱尔可以凭借新胎优势尝试反超，但维斯塔潘也可以选择进站。红牛为汽车人预留了一套全新中性胎，届时两队的策略博弈将会非常有意思。Going into a Grand Prix, you talk about all options. You talk about 1 stops, 2 stops, different scenarios, safety cars. 但诡异的是 VSC 始终没有升级，却在42圈维斯塔潘驶过进站口后才变为了实体安全车。这一过程因为转播画面的切换，当时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直到赛后红牛对媒体表示，当时他们害怕极了，我们才知道原来红牛并非主动选择留在场上。但这样一来，维斯塔潘身后10秒的勒克莱尔就拥有了一次免费的进站机会。
然而，面对这次千载难逢的进站机会，法拉利竟选择了放弃。It's surprising Ferrari weren't more punchy in that strategy. They missed it with both of their cars, otherwise they would have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比诺托赛后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没有新的中性胎了，如果进站只能用新的白胎，比赛恢复后肯定跟不上维斯塔潘，还有可能会失去位置，不如用脚上这套旧胎尝试反超。We believe these tires will be good for the restart. 从一停后法拉利在白胎的速度上来看，比诺托这个选择并没有太大问题。而在安全车恢复后，勒克莱尔也的确给维斯塔潘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比赛恢复后两圈无法使用可变尾翼，等 DRS 能用的时候，维斯塔潘早已拉开安全距离。Verstappen pulling away lap after lap. Leclerc on all tyres can't respond. 最终比赛早早失去悬念，维斯塔潘第一个冲过了终点。赛后复盘，大家讨论的焦点都集中在法拉利为何没有进站上。不光是勒克莱尔，3、4也没有进站。红牛赛后的态度几乎是认为自己捡到了一个冠军。I mean, they missed it with one, and they missed it with signs. Leclerc go past. I thought GPS seems to be wrong. I mean, it would have been tight for Leclerc, but if they'd have been on it. 迈阿密大奖赛就此落下帷幕，勒克莱尔依旧领先19分。法拉利在车队积分榜上也还占有优势，但跃马暴露出的策略短板令人有些担忧，尤其是几秒钟就要做出选择的紧急情况下，比诺托团队的大脑算力似乎有些跟不太上。不过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更不可能知道这将是他们本赛季最后一次领跑积分榜了。